我会找到你的。昨晚上为什么没有回我信息啊？在忙啊，看窑炉呢，哪有时间看手机啊？今天下午给你发信息也好久才回。那时候系里安排消防培训，我还被拉上去配合消防员演示火场逃生来着。那你应该跟他们坦白啊，你每天都在纵火，专业纵火。那能一样吗？火灾是毁灭，我可是造物。那我呢？我是灭火器。你是火源。那今天要不要把你给点了？今天不行哦，今天行了行了，逗你呢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。曾教授，好忙吧？我先走啦。买花，买花。都给我吧，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什么心都不要操，公司业务一切正常，基金那边也很稳定，你都不用管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赶紧好起来。哎，趁你妈不在，给我抽根烟行吗？行啊。那，哇，我要说你，你别再把烟放在我面前来勾引我、考验我。我是有担当的男人，我死都不抽烟。你爸这2天呐，又在跟我叨叨，想看见你们早点要个孩子。妈，我们现在都太忙了。他最近是不是经常不回家住啊？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他敢吗？你们结婚那会儿他是不敢，可这2年他越来越好，可就说不定。年轻时你爸他也不敢，可这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赚钱了，他就敢了。妈，你就别说这些了。所以我说，你要想好好过，就得把他拴住，早点要个孩子。你们那个年代会这么做，我不会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又没什么事，我跟他彼此还是都很理解的。妈当然希望你们没事儿。孩子的事儿我不催你，自己想着点啊。知道了。实在没空做饭了，我订了外卖。好啊，吃什么都行。我今天去公司了，你又转了一笔钱去基金。是啊，现在文化产业发展前景这么好，未来啊，咱们公司的钱一大半你投到你的陶艺厂里，剩下的也基本上全转到基金了。光投资不赚钱吗？现在的陶艺订单越来越多，怎么能不赚钱呢？而且我们的基金也一直很稳健啊。你也一直都这么说，2年了，钱在哪儿？
你别忘了，这些钱是我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赚来的，全投给公司了，利润呢？小玲，现在公司的前景非常的好，你要目光放得长远一些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是一家人，所以我爸妈信任你，把公司交给咱们俩。但你总得给家人一个交代吧？怎么就没有交代了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作品的价值。价值？曾老师，曾大师，拿了好多奖，作品被人追捧，谁追捧啊？你那些贵的作品，哪一件不是用基金炒作起来的？还有那些奖，我要不是你老婆，我哪知道还会有那么多听都没听过的陶艺比赛？你每次参加比赛花多少钱？又是弄作品，又是飞国外，回来还得花钱找记者帮你宣传写稿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价值吗？你过分了啊！我怎么过分了？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只是个大学老师，卡里连10万块都没有。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我父母认可的也是你这个人。什么彩礼、房子、车这些，让你花过1分钱没有？你要当艺术家没问题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你。你要发展事业，我们全家也都支持你。支持到今天，你觉得我过分？你也算个男人。再给我说一遍。你还想动手是？白小莲，告诉你，别给我用一种暴发户的思维去看问题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审美是有价值的，艺术是有价值的。我的事业，我的成就，我的价值，是你们那种有2个臭钱的家庭理解不了的。没有我家的臭钱，哪有你现在这些光环？艺术家，你现在跟那些大老婆的外貌有什么区别？不想活就别过。好，你把我爸妈的钱还给我，咱们不过了。我还你什么钱？你父母的钱是放在公司的，公司的法人是你，股东也是你。我问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耍无赖是吧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哎，孙会长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哦，你说明天活动的事儿是吧？这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准时到，没问题。明天的协会活动一定要盛装出席，别忘了。你是我曾大师的夫人。饭你就自己吃吧，一会儿我回工作室加班，明天下午2点再见。你知道全市、全省、全国有多少个叫刘威的吗？肯定比杨振辉多，但估计会比李德少点吧。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他。我明白，其实我挺高兴的，起码说明你已经相信了小薇真的出事了。我们那么草率，没有证据，我也不相信他出事儿，除非你有什么线索。你忙活这么大半天，说说有什么收获？哎，我要是喝2杯酒，一会儿开车回去被交警给逮了，能不能把我放了？不用麻烦交警，我直接抓你就行。好不容易和人民警察把酒言欢，我还以为自己有点特权呢。我亲自抓你，不是还特权吗？这个盘子啊，就是在蛋苗艺术培训班做的，小薇上的体验课。蛋苗艺术培训班的体验课教的都是这个盘子，是模仿一位大师的作品，不是死了的大师啊，是活着的，还挺年轻。他是蛋苗老板的同学，草荣大学的教授，叫曾杰。蛋苗的人跟我说，他们基本上不会跟学生提综艺，体验课就更不会了。但是这个曾杰大师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、
他特别在乎尊严。到目前为止，追求完美、尊严这2个词，我也就听2个人说过，一个是小薇，另一个就是曾洁。所以你觉得刘威和曾洁有关系？曾洁在水源艺术村有一个工作室，2018年11月24号晚上，一场大火把他的工作室烧得一干二净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和刘威分手的时间是10月20号，我在就在之后的1个月。小薇直播断播，视频停更，也就是火灾前后那几天。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小薇跟我谈恋爱，偶然去了蛋苗做了这个盘子，偶然认识了曾洁，我啥也不是。曾洁，青年才俊，大学教授，陶艺大师。1个月后，曾洁的一场大火，小薇杳无音讯。你觉得这个逻辑背后有没有什么真相？你看你不说话了，说明你也怀疑了呀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符合程序，但你不觉得我的假设都是能说得通的吗？你都说了，是假设。你假设刘威与曾洁工作室的失火有关，但是一宗火灾都已经上新闻了，消防部门肯定是调查过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消防调查之中，对于骨骸的搜寻一向非常严谨，如果有问题，肯定会被发现。要不这样，我仔细看一下官方的通报，来验证一下你的假设。您看一下，这张照片拍摄于11月24日的10点03分，那会儿所有聚会的人都在呢。你们经常这样举办聚会吗？哦，1、2个月一次吧，平时大家也都挺忙的。拍完这张照片不久后，我太太说累了，想要先休息。然后我和朋友又聊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在11点30分左右结束。因为我的工作室是在水源艺术村，在那边叫车的话，车一般都会停到村口，所以我就送朋友们下楼出门，这样。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过炭盆啊？没有，这的确是我的疏忽。送完朋友之后，我就去看看窑炉的情况，正在检查时候，发现2楼起火了。那这么说，你看到的起火位置是在2楼？没错，我刚回到工作室的时候，1楼还没有火，我就跑去了2楼。2楼我平时会放一些书画这样的东西，也都是易燃品。我上去的时候，火已经没法扑了，我就直接又冲到了3楼。3楼的门是锁着的，我只能用力的拿脚踹，最后把门给踹开了，发现我太太并不在里面。这我才放心的去逃生。幸好我存了一些救生用品，于是我就裹上了防火毯，戴上了面罩，才跑了出去。不然，恐怕连我也跑不出去了。所以，起火的原因是炭盆。从我们目前调查来说，应该是这样的：炭盆离沙发太近了，而且沙发又是布艺，点着后迅速就会起火。再加上您的茶几上有非常多的酒，而且有2瓶呢，还是度数非常高的。朋友带了调酒用的生命之水，90多度，那基本上就是助燃剂了。这幸好您工作室离周围建筑还比较远，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嘛。哦，对，您这是？我要由衷的感谢你们。啊，其实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……不，前段时间如果不是你们来我们学校做消防培训，我哪会准备防火毯这些逃生用品呢？况且这些东西我根本不会用，也是你们来培训的时候我才学会的。救火很重要，但教会了我了解火灾和自救方式也同样重要。曾教授，据说您的很多作品在这次火灾中都已经损坏了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
不过文艺史上也有很多作品没能流传下来，但也不妨碍他们都留下来了。曾老师，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浴火重生的艺术大师。我们听说您要重建工作室，是要做的和以前一样？是的，这种重复并不是创作，而是我习惯了过去的工作方式。我相信您一定可以超越过去的自己。人通常不能超越过去的自己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过去会阻碍未来。过去的荣耀会让人变得懒惰，变得失去锋利。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在20岁时做的，今天去看，我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够精细。可如果我70岁、80岁再拿出来看，或许会非常满意，觉得年轻时的自己尖锐、锋利，充满朝气。那是因为70、80岁的我已经提不起笔了，无法再创作了。所以这场火也是给我下了个决心。一会儿我也回市区，坐我车走吧。我准备去吃饭，你呢？啊，我准备回家自己做一点东西吃。还会做饭？嗯，主要是在外面吃饭太贵了，而且我又挺爱吃的。那你最想吃的餐厅是哪家？那可太多了。我这边有一个专门的记事本，它上面存了好多我特别想去打卡的餐厅呢。那你导航吗？我导航？去哪儿啊？去你收藏店啊！你今天就别做了。可这些餐厅它太贵了。我请你，请吧。我以前也是合租，不过住在郊区的农房里，没有条件住在城里。我住的房子也很老旧的，不过我在想，等我实习期过了，看争取换一个更好的小区。你是跟同学一起住吗？嗯，对，我同班同学。不过他这个月出差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月让他帮我垫付了一下房费，还没给他。曾老师，微利贷还要还利息，我又不用，你以后直接还我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我肯定不能收的。好啊，那你把我拉黑了吧？那更不行了。这样，以后你每个月介绍一家餐厅给我，然后我带你去吃，不过要吃满1年，不许重复。好，但是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给您的。好，等你收入高了再还给我。谢谢曾老师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家有充电器吧？到了。手机。哦，谢谢。曾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，都没有好好收拾。我应该先收拾好再请您过来的。你应该说，你很整洁，是你的室友太乱了。对，不是他乱。要喝点什么吗？其实你做一些艺术家的专访，对大众来讲还是窄众，不如做一些金融类的，
草荣市的一些投资人啊、基金经理啊，跟我关系也都不错。你可以好好策划一下。谢谢曾老师。还叫我老师？你车里有一根充电线，我看到。哦，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呢？我都忘了。说不定那根坏了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想找我的家人。阴阳两隔，你本不该来这里。你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看不见我，你能看见？我是鬼差。最近这个系列流量怎么样？一般。现在这帮做视频的人，不创新也不会创新，谁火抄谁呗。就我现在这个，刚有点起色，你去搜搜看，不知道几百个鬼差了。是，都难。搜咋子？我记得你是草人大学学文学的啊？草人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曾杰，你知道吗？艺术学院里是个啥子陶艺大师？你认识？算认识嘛，他在群头加了我。有微信啊？啊，但是没咋聊过。名字后面怎么有炮仗？备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炮仗可以啥子嘛？炸呀！是噻，炸弹噻。有创意啊！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呀？大灰灰瓜娃儿。侮辱的这么直接啊？知足吧你，没给你加个 C 或者 Q 已经不错了，对你很尊重了。为什么给他备注渣男？哎，你想一下，我上他一节课，他可以跑到大群头找到我，然后加我，我得好好看哦。撩你了？发消息还要看艺术噻，我还没回，我的室友收到了一模一样的短信。哎，啥子意思哦？这还不渣？那是真渣。哎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咋没把他删了嘞？哎，你把他朋友圈给我看一眼。啊？已经删了，说完了。你手咋那么痒哦？你手才痒，啥子嘛？我留到过年说。你找他干子嘛？没什么，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人。他，青年教授，热爱撩妹，陶艺大师，喜欢接受采访，就这些噻。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接受采访？偶尔刷到他的朋友圈，发的全是自己的新闻跟访谈，相当自恋。采访曾老师，您没有预约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想面对艺术家最直接的状态。啊，曾老师出差了。啊，这么不巧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还要3、4天吧。哦。哎，这个就是窑炉吧？哦，对，我们这儿的瓷器都是用这个炉子烧制的。看起来还挺先进啊。电脑控温，算是目前最先进的了。哦。哎。是不是把陶瓷直接放进去就行了？烧瓷的关键就是烧，火候把控是最重要的。曾老师对作品非常上心，每次都会亲自守着，监控温度，整夜的不休息。整夜这么久啊？所以老师常说，每一件作品都来之不易。这个炉子能烧到几百度啊？曾老师做的都是高温瓷器，要达到1200度以上。1200度？强弩灰飞烟灭呀！窑炉使用明火，但都在炉子内部，外面用隔火石棉材料封闭起来，只留下几个测温用的窥火口，整体是很安全的。哎，
听说你们这儿之前失过火，那跟窑炉没关系，是2楼取暖的炭盆把沙发点了。那窑炉没烧坏吧？毕竟这玩意儿能烧到1200多度呢。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，窑炉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容得了瑕疵呢？据说曾老师忍受不了棕岩啊。老师一向追求完美，曾老师的作品是不是都要求完美？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趋于？对。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。哎，哥们儿，是不是有好多姑娘仰慕你们曾老师啊？当然，曾老师又年轻又有才华，姑娘，你是哪家媒体的？我就随便问，你放心，这种东西不会随便写进去的。曾老师有妻子，而且他们很恩爱。那是不是有好多女的经常来曾老师的工作室一起搞艺术什么的？他们让你过来，马上重要还是他重要？他们让你出来，你打他噻，瓜兮兮的。大爷，你认识这个曾杰老师吧？造谣的，认得到啊，还是艺术大师。乱说，啥子烧窑的？人家是陶瓷，懂都不懂硬是。晓得哦，去年子他屋头烧了把火，屋头烧得精光，啥都不剩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着火吗？天天玩火，玩火要拦尿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脑子有病。人家消防队都说了，是炭盆把沙发点了。赶紧了，赶紧了。哎，那他平常经常都在这儿吧？天天都在这儿，还在这儿过夜。他是有家的，有家天天不回去，你说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他带女人来过吗？天天带，经常带。那边的学生多得很，里面有女的也不奇怪噻。那你们见过他带的女的长什么样吗？可哟，尽是年轻人，漂亮得很。哎呦，乱说！你看他带人过来是开起车来的，还不止一次哦。大爷大妈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认得到，今天早上他们两个还来了呢。大爷，您的脑子……你不要听他乱说，你这脑壳有问题。哎呀，这个是他老婆的吧？不是，我认得，这个是他们家的保姆，打扫卫生、做饭的。还别好你吃的。你娃。三位。哎呀，大爷大妈，我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饭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走了，慢点，好嘞，好嘞。谢谢您啊，这要不是您陪他们打牌，他们说不定跑哪去了。他们这是上岁数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老子都不记事儿了，说的话你也能信？我没信啊，但他们的说法佐证了，曾杰一定经常往工作室带女人。他要是没带的话，这些脑子不好的大爷大妈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？等下，哎，你在查案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和一个成年人说的不一样，你信谁的？一个脑子不好的人或者一个神经病和一个正常人说的不一样，你又信谁的？而且啊，我问他学生的时候，他学生立马反问我是哪家媒体的。这曾杰在男女方面一定没有那么检点，要不然他学生不会这么警觉的。这就是你的推断和臆想。这就是我的推断，你可以反驳我的逻辑啊。行，就算是曾杰私生活有问题，经常带女生出入工作室，但你是怎么推断曾杰和刘威的交集的？他学生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刘威也跟你说过？对啊，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。就在他做了那个陶瓷盘子之后，哎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啊，追求完美、尊严，如今又多了一句趋于完美。这就是一句普通的话，谁都说得出来。这是一句普通的话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真的能说得出口吗？这不是证据。我从来没说是证据，只是推理。
哎，好，给我来2瓶啤酒啊！我今儿没开车。咱们再说说火灾，我问过你，炭盆这么不小心啊？老师其实一向很注意用户安全的。那天因为和几个朋友在2楼的画室聚会，送朋友们离开，又去看窑炉里的瓷器，就在旁边守着，结果忘了回2楼把炭盆熄灭了。说到底还是老师太过认真，痴迷创作的缘故。炭盆点着了沙发，这合理吗？这炭盆又不是垃圾桶，随便踢一脚就能踢到沙发边上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当时在聚会，沙发上不可能空着不坐人啊，那炭盆怎么会靠近沙发呢？只能是有人故意挪过去的。谁会挪？谁有这个动机？这个人只能是曾杰。听说曾老师新建了一个和以前一样的工作室。对，老师说习惯之前的设计了，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那个位置我看了，我也问了他的学生，就算整个房子都烧了，也对这个窑炉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他还是换了一个全新的。我认为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因为追求完美，他这分明就是销毁作案工具。这一场大火就是为了掩盖凶案现场。所以你的推断是，曾杰杀害了刘威，投入窑炉进行焚烧，再之后人为制造了一场火灾，焚尸灭迹。这窑炉内部能烧到1200多度。这么高的温度足够把人烧成灰，烧得什么都不剩。但是他不放心啊，所以他需要一场大火，把所有隐患全部烧掉。逻辑合理。我问了他是学生，他学生说啊，火灾发生后，曾杰第一时间就戴上了防火面具，披上防火毯逃了出去。而这些东西啊，是事发前不久，曾杰刚刚拿到工作室去的。准备充分，蓄谋而为。你看，你也这么认为了吧？但是大灰灰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可能是巧合？你信啊？炭炉距离沙发很近，但并不是完全贴着。因为当时有炭盆，所以2楼开了窗子。人们走了之后，风把毯子吹起，撩到了炭盆上。更换窑炉是因为窑炉的外部被高温辐射到了，会导致内部温控的不精确。曾杰是对艺术创作要求很高的人，所以他必须更换一个更稳定的设备。火灾前的1个月，曾杰被学校安排参加消防培训，还被叫上台与消防员一起进行示范。培训之后，消防局发了逃生的装备，他带回了工作室。如果按照你的推理的话，那岂不是消防局要和他一起演戏？你确定？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曾杰工作室烧毁的那些艺术品值多少钱吗？几百万。里边有获奖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待交付的瓷器。如果真的是蓄谋作案的话，他干嘛不把这些提前运走？你的分析的确挺有说服力的，网络上有非常详细的报道，我是逐字逐句看过的。如果有问题，绝对会发现。李德，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你为什么会仔细看那个官方的通报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那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相信小薇失踪了。他失踪的太彻底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小薇失踪的时间正好在同一个区间内，你也怀疑小薇是不是死在了曾杰那儿？这是我的推断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上回我开车你不让我喝酒，今天你也开了。等曾杰回来，我还要去找他一趟。曾杰有杀刘威的动机吗？他有老婆呀。出轨这种事儿犯得着杀人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有大好前程的精英吧。意外杀人、错手杀人、冲动杀人，可能性多了去了。你认为刘威和曾杰一定有关系？大哥，那小薇认识曾杰以后就跟我分手了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我审美不够，耽误他做陶瓷盘子呀？那以你对刘威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逼曾杰离婚吗？我不清楚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和小薇没那么熟。
你也是个重感情的人。真不是，我都快忘了他了。其实已经忘了，就是突然想起，突然发现他不见了。要是他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管他过得好还是不好，只要人还在，我都会默默滚蛋的。前面放我下车吧。干嘛？这儿离我家不远，吃多了，走2步。手机没电怎么也不扫个充电宝啊？关机了怎么扫？我最后一点电不都发你定位了吗？你那个定位都是错的，要不是我眼尖，哪能发现得了你呢？那是我长得好看好吗？看不见我是你瞎。对，哎，要不买个这个吧，你以后带着它一定特别醒目。我真好看，戴什么都好看。对，那你也来一个呗，这个吧。好看。对，想想挺可怕的。如果手机丢了，就谁都找不到了，跟失踪了差不多。不会的，我肯定能找着你。你怎么找啊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还能找到一个你了？你就是个做视频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神探呢。我是不是神探，我都能找着你。你有病啊！非得带个绿的？不是你让我带的吗？不准带。行。等我们分手后，绝对不会让你找到我的。要是分手了，那一定是我不去找你。只要我找，我就一定能找到。哈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别打了，我错了。喂，回来了，这么快？恭喜曾洁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代表放这就行了，我自己收。怎么样？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。来过一位记者，想要采访您。哪家？他没说，而且没有预约，直接来的，说是想看看艺术家的日常状态是什么样的。现在的记者可真够不容易的，这种方式都想得出来。他没留联系方式，就说过几天再来。他要做什么类型的访谈啊？也没说，就闲聊了几句。哦，他提到了去年的火灾。火灾？已经过了1年多了，怎么还有人提火灾的事儿？而且他还很八卦，问是不是有很多女人来找你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。恭喜曾洁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代表着什么？让我们下来。哎呀，爸爸，再来个！我怎么着也得查出来这个玩意儿是从哪儿出现。哎，对，好，来停。曾洁的一场大火，小民杳无音讯。现在这些拍视频的人，真的是，对不起老师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错词儿了。曾洁一定经常往工作室带女人，她要是没带的话，这帮人不会。对不起，不是带。看看你们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见过，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都来了的。大爷，您的脑子……再说一遍。怎么你还想动手是吧？哎呀，你来找我，帅的很，也算个男人。
你还想动手是吗？哇，我摔了，当没倒。要不是你们来我们学校做消防培训，我哪会准备防火团？呸！你每天都在做火，真的能量吗？火灾是毁灭，我们是造火。让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不好意思，是我，对不起。白小云，我告诉你，别给我用那种。不好意思。别对我们广呼吸，我不喜欢这种表演。来，跟着，你得坐下。白小云，我警告你，别给我用一种暴发户的思维去看问题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审美是有价值的，艺术也是有价值的。我的事业，我的价值。我的小老虎，我的事业，我的成就有价值。真虚了吗？心虚了吗？说不定那个人坏了呢。